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9月27号，视频再来跟朋友们聊一下去年我们底部买入的筹码怎么利用这个终极 RSI 指标在未来的顶部做逃顶的动作，以及目前比特币二浪整理的结构，我的观点有可能就是第二个底部。很多朋友是在怀疑，等下再来重点聊一下终极趋势指标里面怎么观察出来比特币这个位置有可能就是二浪整理的底部。或者等下也来聊一下比特币日线以及4个小时里面技术形态有哪一些重点值得我们去跟踪的，包括这个下降楔形看涨的形态聊了有几天了，有没有可能类似去年 15K 的底部，当时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下降楔形看涨的形态。如果你喜欢本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的月线这一个终极 RSI 指标，抄底的技术方法有很多，指标也非常的多，可能有20种或者30种的方法都可以在这一个市场里面抄底或者是逃顶。那这个指标要怎么调出来啊？直接点击这个 indicator， 然后输入 CM_ULT，也就是18700多人在用的这个指标，你直接开起来，然后把里面所有的这一些，比如说红色、绿色这些给它关掉，然后把这个 upper line 跟这个 lower line 一个给它修正成90，还有一个给它修正成32，就会得到类似我上面的这个线啊。然后我们观察一下，很多人是觉得比特币还要跌下去，去破 20K， 去破 15K， 但是我的观点不同。去年希望朋友们为什么 20K 下方进行抄底，因为看到迹象就是比特币 ABC， 但是后面最终是再走了一个，是不是这边才是一个 ABC 的结构？不过就我的观点，历史上有这种经验，很多指标在非常超卖的区间 ，RSI 指标破30下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几个低点的位置。RSI 指标是在26啊，那像这种这么超卖的区间，历史上一般在月线里面，你有看到这么超卖的区间，有可能等到猴年马月才会等到这么低的非常超卖的区间，你要大胆的给我买入。因为上一次比特币的底部，2019年当时的底部，我们可以看一下，也是这边是不是一个 ABC 跌到$3000附近 ，RSI 指标是来到30下方。非常低的超卖区，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这边的数字是在29。2022年跟2019年间隔的时间是接近3到4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月线里面也是一样，19年到15年的这个底部，15年的这个区间$160附近 ，RSI 指标也是来到非常非常超卖的区间，31附近，隔的时间都是3到4年。那这种位置有抄底的筹码，现在涨上来，我的观点有可能它就是在二浪整理。既然是整理的区间，买法只有一种，那就是在整理箱体的下沿位置，或者是 25K、26K。我的观点，空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位置有可能就是第二个比特币的底部。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RSI 指标啊 ，RSI 指标自30下方脱离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一路进攻50是一个多空的平衡区。那第一波上涨，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过了50，在整理的区间，现在是又破了50。那历史上有没有破50的 RSI？ 也是有这种经验啊，在月线里面，如果再破50，特别是如果第一波上涨幅度不那么大的情况下，它如果重新压回来破50。有可能就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买点，因为历史上我们可以看一下19年第一波上涨，它的幅度是很大，后面在这个位置破50，就是在这个低点的位置，也是旗形的整理区间，你只能在旗形下沿的位置买。买完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像这种位置也是有上涨，就是它又回到50上方，有可能就是确认它要开启第3浪的上涨，是不是这个位置的区间就应该接到这个位置？但是有这种黑天鹅的疫情事件，我们可以看一下，再破50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比特币底部的买点，它不会再破这个低点。所以我的观点，现在的 RSI 有可能也类似当时这几个位置或者这个位置的 RSI， 随时它如果再反到50下方，有可能就是缺了
比特币大行情要来了。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当时2015年第一波上涨起来之后，它后面的 RSI 是从来都没有再回到50下方。然后我们观察一下2012年，当时比特币也是 RSI 在非常低的位置，接近40附近哦。第一波上涨起来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过了这个50，然后在这个整理的区间 RSI 是一直在50下方，整理到位，后面往上突破，所以这个位置就是二浪的一个买点的位置啊。像这种低点位置你应该买啊。所以我目前的判断，个人观点，它既然是在箱体整理的结构，而且这边颈线支撑是非常非常的强，而且最近感觉月线这个 RSI 也是有上翘的迹象，不排除最近有没有可能放量。等下再来跟大家讲一下4个小时以及日线里面，感觉这2天量能又有转暖的迹象啊，所以希望朋友们不要去看空这个比特币。那什么时候要看空？我们可以看一下 RSI 指标，它这个红色的值是90哦，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不管是日线或者是周线里面 RSI 指标有看到70，后面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更何况月线的 RSI 指标90上方，你要注意风险。比如说这整波来到90上方，你后面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甚至可以慢慢分批的减仓，就是买在底部，卖在顶部，很简单嘛。这就是别人在超买的时候，别人在最疯狂的高位买的时候，我们反而要反过来操作，做卖出的动作。2021年的这几个顶部就是在非常高的位置，应该要做卖出的动作，后面就有崩盘。所以目前有看到吗？都没有看到，来到这么高的位置，我希望朋友们，不管是这个底部，或者是这个 20K 附近，包括 25K， 希望朋友们有买的话，你期货控制好仓位，给我报到未来的顶部，看要不要做平仓或者是卖出的动作。我们也可以看一下2015年到2017年的这个顶部，当时 RSI 指标也是好几个高点的位置都是在90上方。像这种最后疯狂的阶段，希望朋友们到时候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如果从日线或者是周线里面有看到败向的 K 线，尽量想办法能不能卖在最高的顶部，或者是做空到最高的顶部，后面大赚一波空头的利润。所以现在我的观点，目前还不至于去看空这个比特币啊。包括2013年的这几个顶部的位置， RSI 指标也是在非常非常高的，来到90上方，就预示着有可能中线或者是整个长线开始会有风险。所以现在我的观点，最近我们就观察吧，什么时候会放量突破这一个50的多空平衡区。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比特币的日线啊，因为昨天视频有跟大家提到，目前比特币有量价先行的迹象啊，就是它涨的时候有量，昨天不是在整理嘛，它又在缩量，所以我感觉目前量价结构是非常的漂亮啊，都是涨的时候有量，或者今天能不能上涨又来一个放量的 K 线也是不排除。因为4个小时我们可以看一下有没有感觉4个小时是有量。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的 MACD 啊，有没有明显的观察 MACD 是非常接近零轴附近，这个位置也不排除它如果要上去必须放更大的量能，去留意一下日线能不能放量，才有可能会不会把这个 MACD 给它突破到这个零轴上方。如果它不走成一个张嘴的情况，我们要留意它在这个整理区间。还有一点有跟大家讲过，就是这个支撑区是非常的强，我也不确定它到底会不会破，或者是它要压回来在这个位置继续震荡。我的观点，那有没有可能在这边死叉个一段时间，到时候有没有可能在10月中旬会不会去突破这一个 MACD 的零轴？但是就我个人的观点， MACD 是在零轴附近，也不排除 KD 也是在低档的位置。如果这个位置只要量再出来，我的观点有可能都会形成继续金叉。然后再来跟大家交代一下几个支撑位哦，因为这2天也是有讲到，我个人是感觉这一个多方吞噬上沿的位置$25,800支撑是非常的强，更何况这一个25000的支撑，有很多朋友是觉得比特币要跌破这个25000，但是我个人的观点概率是非常非常的小。
因为日线里面很明显的多方吞噬是有好几组啊，这边有一组，这边也有一组，或者是这边也有一组多方的吞噬，这整个片区主力可能就是在积累筹码。但是为什么短线比特币不涨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两根多方拇指线，它是不同于这种插入线或者是多方的吞噬。拇指线有可能预示的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会震荡，或者是4个小时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其实昨天又有一个转折的迹象，就是跌到这个低档的位置，多方吞噬以后，昨天不是又有一次压回，在这边又走了一个插入线，然后这一根 K 线也是低档的垂直线，就是感觉空方的主力在打压，但是最终被多方给收上来。所以我的观点也不排除短线这边会不会出一个 N 型，把这个压力位给突破。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的 MACD 指标，4个小时里面这边不是低点破位， MACD 柱状有没有明显的观察？柱状一底比一底高。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这一个下降楔形看涨的形态，朋友们还记得吗？比特币是有利好的，当时在高点的位置不是有跟大家提到，美联储不加息有可能主力你要烦一点，它不一定会利用这一则利好。但是就整个中长线来观察，我个人观点，美联储不加息对整个中长线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利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比特币在16000或者15000的底部的位置，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当时这个高点的位置也是同样有一则利好，美联储是放缓加息，在这个高点的位置只加了50个基点，前面的一些位置加息幅度都是75个基点，但是在这个位置只加了50个基点。当时有跟大家讲过，也要烦一点，主力不一定会利用这一则利好，但是就整个中长线来看，它是非常非常大的利好，因为美联储加息是有减缓的迹象，不过短线它有可能是在短线的高位，主力不一定会利用这一则利好。后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走了一个什么形态，高点不断的走低，低点不断的走低。那昨天跟大家讲的，像这种形态，就是有人在这边积累筹码才会走出这种形态，或者后面它走了一个多方的吞噬，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有继续大涨吗？也没有，在这个位置它还是在区间震荡。所以目前观点是这样子，有可能还是在区间震荡。你做对的单子可能要耐心一点，抱一段时间，到时候看有没有大利润，甚至我们底部的筹码可能要抱到2025年，到时候看有没有高位的风险，再做出清的动作。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